Hello， 大家好呀，这里是七家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那年我们第10章的故事。上一章我们说到，因为亲吻仪式，阿雄和妍秀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。两人经过深思熟虑后，各自心中有了答案。妍秀决定和阿雄旧情复燃，而阿雄却提出要和他当朋友，这让妍秀如遭雷击。不过之后，他索性以朋友的身份住在了阿雄的家里。然而就在准备离开那天，两人住在一起的事情被志雄发现了。回到本章， NJ 如愿以偿地加入到了纪录片的拍摄中。面对着镜头，他讲起自己是如何认识阿雄的。当时他在查看关于自己的报道时，不小心点进网页的广告中，没想到页面中的建筑画非常独特，瞬间吸引了他的眼球。之后他按照地址来到阿雄主办的展览上，也是这时他第一次见到了阿雄。阿雄并不想告诉他自己的身份，然而大意之下还是说漏了嘴。 NJ 对这个奇怪的男人感起兴趣，以买阿雄的画做筹码得到了他的手机号。本来以为这次的热度来得快去得快，没想到阿雄似乎有这种神奇的魔力，让他越陷越深。这次参加纪录片拍摄也是因为他想测试一下自己对阿雄的心意。时间回到前一天，志雄看着一起走出来的妍秀和阿雄惊呆了，见气氛非常尴尬，妍秀灵机一动解释道，今天是他和阿雄成为好朋友的第一天。志雄见此也没有多想，直接走入了屋内，还表示今晚会在此住下。阿雄差点又将妍秀在此过夜的事情说出来，妍秀为了避免再出什么意外，赶紧离开了这里。不过没想到的是，他刚回到家就被奶奶吵了一顿。知道妍秀关系网的他，并不相信妍秀在朋友家过夜的说辞，妍秀只好撒谎道是在闺蜜家过的夜。然而下一秒闺蜜的出现让她的谎言不攻自破。奶奶其实也并不是真的生气，而是好奇妍秀和哪个小伙子在一起。妍秀知道事情并不是她想的那样，所以也没有说实话。不过面对闺蜜时，她并没有保留，将在阿雄家里发生的事情全部说了出来，这让闺蜜非常生气。她觉得如今的妍秀是在单恋。妍秀听到这个词慌了神，为了堵住闺蜜的嘴，她和闺蜜闹作一团。另一边，妍秀点的炸鸡终于送到，这可便宜了熊大和熊二。两人就着炸鸡啤酒聊起天来。阿雄注意到志雄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，再加上他竟然久违地提出来他家过夜，于是怀疑他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志雄没有过多解释，他只是单纯的不想回家面对妈妈。见似乎有些无聊，他提出和阿雄一起睡，然而阿雄并没有这个想法，将被子丢给志雄就去画画了。很快来到第二天，阿雄醒来后发现志雄在进行拍摄，在定睛一看时，对方竟然是 NJ， 这把他吓了一跳。而此时的妍秀正在前往阿雄家的路上，她的化妆包忘到了这里。闺蜜调侃起她，表面是为了找化妆包，其实就是故意忘在那里的。她是想和阿雄一起共进午餐。妍秀听此恼怒起来，然而没等她发火，闺蜜就脚底抹油溜得没影了。她只好对着镜子简单梳理一下，重新赶起路来。结果等她赶到阿雄家时，不出意外的发现了正在进行拍摄工作的 NJ， 而闺蜜则一路来到阿雄爸妈的店里。在此帮忙的弟弟看到这熟悉的一幕，认出她就是那日想要偷菜谱的女人。不过如今的她也没有计较这件事，见闺蜜对她和老板关系亲密的原因很好奇，弟弟将这家店的主人身份说了出来。闺蜜听此惊呆了。回到妍秀这边， NJ 进行完拍摄后找上阿雄，将阿雄为了感谢他请客吃饭说成约会，还当着妍秀的面拉着阿雄跑去吃饭。妍秀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，脸色复杂。志雄注意到妍秀后寒暄了几句，也拉着他离开。阿雄吃饭时好奇起餐厅的信息，因为 NJ 似乎经常来这里吃， NJ 也没有隐瞒，原来这家餐厅对面的大楼就是他当时买下来的房子。见阿雄已经见过他的房子，他问起阿雄的感觉如何，阿雄却支支吾吾拒绝了画他房子的请求。 NJ 对此也没有生气，不过一旁的顾客却认出了他，言语中充满了对他的不屑。忙完后还要进行拍照，阿雄也看到这一幕，他这才知道 NJ 并不像表面那样光鲜亮丽，背地里承受的痛苦难以想象。见 NJ 因为这件事情绪失落，他连忙安慰起他。 NJ 听此心情好了很多，他问起阿雄吃完饭之后的安排，还没等阿雄回答，一个神秘人将两人吃饭的画面拍了下来。另一边，妍秀一直念叨着 NJ 加入纪录片拍摄这件事，志雄实在听不下去，提醒妍秀两人已经走了5个路口了，他却一直在想着阿雄的事。妍秀这才想起两人是要去吃饭的。这时他们碰上了这样搬货的阿雄爸，见此两人主动上前帮忙，
阿雄妈得知妍秀还没吃饭后，于是让她顺便到店里吃个饭。妍秀正准备同意下来，志雄妈突然出现。从屋里出来的志雄也看到了这一幕，连饭也不想吃的直接离开了这里。志雄妈妈紧随其后，一直到了妍秀几人看不到的地方，志雄才停了下来。他拜托妈妈尽量避免出现在他朋友面前，他不想让他们看到他这副样子。说完转身离开。此时的阿雄正送 NJ 回家， NJ 问起他昨天在干什么，阿雄自然不可能将和妍秀的事情说出来。然而 NJ 早就看出了端倪，问起他和妍秀是什么关系。阿雄见此也不再隐瞒，他告诉 NJ 过去他非常喜欢妍秀，然而现在两人只是朋友关系，所幸 NJ 也没再追问下去。不久后，阿雄将 NJ 送回了家里，本以为终于将其打发走，没想到 NJ 突然返回，提出要阿雄去他家坐坐。另一边，妍秀非常好奇 NJ 和阿雄到底在干什么，就连帮奶奶染头发都心不在焉起来，奶奶也因此倒了大霉。妍秀被教训了一番后才认真工作起来。此时的 NJ 正在气头上，阿雄一直以来都在拒绝他，这次也不例外。不过想着想着，他反而开心起来，这种单相思的感觉似乎也不错。秉持着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心情，他刷起社交平台，结果不出意料的发现他和阿雄被偷拍了，并且下方全部都是对他的谩骂。回到妍秀这边做饭时，他突然忍不住好奇心，准备给阿雄打去电话，然而想起闺蜜的话，他又强行忍住了。心不在焉的他导致饭也跟着遭殃。正当奶奶教训他的时候，他突然接到了阿雄的短信。原来阿雄回到家后发现了他遗留在家的化妆包，所以来还给他。妍秀兴冲冲地打开了门，看着出现在眼前的阿雄，他恍惚间似乎又回到了那个夏天。他意识到自己似乎从来没有彻底忘掉过阿雄。阿雄并不知道他内心正在发生汹涌波涛的海啸，径直走上前将化妆包塞到了他手里。正当妍秀忍不住将自己对他的感情说出来时，里屋突然传来奶奶的声音。很快两人就出现在奶奶的面前。本来很好奇妍秀对象的奶奶在见到阿雄后一下子冷淡了下来。她对妍秀想找前男友复合非常不满意，在她看来妍秀还不如和志雄在一起。见奶奶一直凶阿雄，妍秀也看不下去了，制止了奶奶。奶奶不乐意了，表示如果不是阿雄曾经惹妍秀哭泣，她也不会对阿雄这么不客气。阿雄听此也愣住了，不过说归说，奶奶还是刀子嘴豆腐心，一直给阿雄加饭，似乎想撑死他给妍秀报仇。离开时，阿雄的心情好了很多，而妍秀则想起自己本来要说的话，没有了当时勇气的他只好感谢阿雄将化妆包送回来。没想到阿雄非常不解风情，表示不用谢，朋友之间就该如此。这句话伤透了妍秀的心。回到家后，妍秀见奶奶还在骂骂咧咧，于是让奶奶不要骂阿雄，要骂就骂他，分手是他提的，但是他如今后悔了，他如今并不想和阿雄只做朋友。说着说着，妍秀终于忍不住了，内心的情绪从眼中奔涌而出，所幸现在还有奶奶可以安慰她。第二天，组员们也发现了妍秀的不对劲，按照他们的经验，妍秀眼睛肿成这样，怕是哭了至少5个小时。大家都噤若寒蝉时，唯独代表情商不在线，看着妍秀红肿的双眼，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般。见妍秀怒气值达到顶峰，代表连忙转移话题，逃离了这里。另一边，阿雄久违地来到父母的店中，然而妈妈却惦记着志雄，让阿雄将做好的便当给志雄送去。此时的志雄接到了妈妈的短信，对方让他回家住，他已经搬走了。志雄见此愣住，不久后他就回到了家，果然没有见到妈妈，他留下了一桌的饭菜，再次消失在志雄的生活中。此时给他送便当的阿雄已经来到了他的公司中，分叔见此带着他去剪辑室找志雄，然而这里只有彩兰一人。弄清事情原委后，分叔借口有事带着彩兰离开，而阿雄在等待时看起了纪录片。时间来到晚上，妍秀在回家路上接到了闺蜜的电话，网上传出了 NJ 的绯闻，还没等闺蜜说出对象是谁，妍秀突然看到了迎面走来的志雄，本准备打个招呼就离开，没想到志雄突然拉住了她，原来今天是她的生日。虽然妈妈给她做了一桌菜，但是里面还掺杂了她过敏的水蜜桃，似乎一直没有把她放在心上，所以才注意不到这些细节。其实那天她在阿雄家过夜时，就将妈妈来找她的事情说了出来。她凭借着对方的行李箱尺寸，猜到他会在她家大概待1个礼拜。本章完，在下一章中，妍秀终于得知 NJ 的绯闻对象就是阿雄，而 NJ 之后还主动告诉她，正如报道中那样，他和阿雄的关系正值暧昧期。妍秀到底能否和阿雄复合呢？我们下章再揭晓吧。
七家的解说就到这里啦，关注七家不迷路，七家每天都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韩剧解说哦，动动小手给七家点个赞再走吧，我们下集再见喽，拜拜。